这里有一个坏消息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一个？我想，既然我们大家都坐在了这里，既然你愿意在这个纷扰的世界里，哪怕抽出几十分钟的时间，把你的耳膜借给我，那就说明你的潜意识里已经感觉到了不对劲。那种感觉就像是一颗卡在鞋子里的小石子，虽然不至于让你无法走路，但每走一步，那种隐隐的刺痛感都在提醒你，有些事情，有些在这个社会上被奉为真理的事情，其实并没有那么对劲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，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。那么，先说那个坏消息吧。坏消息是你被骗了。这一场骗局不是那种你在新闻里看到的电话诈骗，也不是那种股市里的杀猪盘，它的规模要宏大得多，精妙得多。这场骗局从你在这个地球上发出第一声啼哭的那一刻就开始了，它伴随着你的成长，渗透进你的教科书，潜伏在你父母的叮咛里，甚至此刻，当你听着我的声音时，这个骗局依然在通过你的视神经、你的听觉系统，以及那个每秒钟都在疯狂运转的大脑，构建出一道坚不可摧的围墙。这个坏消息听起来有点绝望，对吧？别急，好消息紧随其后。好消息是，只要你愿意，哪怕只有短短的1秒钟，哪怕就是现在这一刹那，你可以尝试着把那根名为现实的电源线给拔了。一旦你拔掉这根线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困住你的牢笼其实从来都没有上锁。让我们先来做一个看似简单，实则极度恐怖的测试。此时此刻，无论你是在台北拥挤的捷运上，还是在南部乡间安静的透天厝里，或者你正独自一人坐在深夜的办公桌前，请你抬起头，环顾一下四周，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。你会说，你在开玩笑吗？我看见了我的房子，这可是我在信义区或者竹北拼了老命才付了头期款的房子。我看见了我那套昂贵的意大利进口沙发，那是我为了在这个城市里找到一点归属感而特意挑选的。我看见了车钥匙，那辆车的分期付款还要还3年，还有这个该死的手机屏幕，里面装着我所有的社交关系和工作焦虑。你的大脑，这台每秒钟消耗你身体20%能量的超级生物计算机，正在疯狂地给你发送信号，这信号强烈到让你从未怀疑过它的真实性。他在喊，这是我的，那是我的，这一切都是我辛苦打拼来的，我要守住它们。要是失去了这些，我就不是我了，我就完了。听听，多么完美的逻辑，多么无懈可击的闭环。但是，如果此刻有一个外星文明的观察者路过地球，他们拿着高倍望远镜看着你，看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他们不会觉得我们勤劳，也不会觉得我们富有，他们会笑得前仰后合，甚至会笑出眼泪。在他们眼里，你像什么知道吗？你就像一个刚刚办理了入住手续的5星级酒店游客，你拖着沉重的行李箱走进了1001号房，刚放下行李，甚至连窗外的海景都还没来得及看一眼，你就开始发疯了。你冲到前台买来了水泥和油漆，开始疯狂地装修这个房间。你把酒店原本精美的墙纸撕了，换成了你自己喜欢的风格，哪怕你其实只在这里住3天。你花大价钱把酒店的马桶镀了一层金，因为你觉得这样才配得上你的身份。更可笑的是，隔壁房间的游客也许是你的邻居，也许是你的同事，仅仅是因为比你多拿了一块酒店免费提供的香皂，你就气得彻夜失眠。你在房间里踱步，咬牙切齿，觉得自己吃了大亏，觉得自己的人生失去了公平。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疯了？你会不会想冲过去摇晃他的肩膀，对他大吼，你有病啊，这酒店是暂住的，退房的时候除了你自己的记忆，你什么都带不走。那个镀金的马桶你带不走，那面墙纸你抠不下来，你装修它干嘛？你是在浪费你宝贵的假期啊！恭喜你，在这个比喻里你答对了，你是个清醒的旁观者。但是把镜头拉回来，看看你现在的日子，看看你在过去这30年、40年甚至50年里都干了什么。地球这个蓝色的星球本质上就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，或者说它是全宇宙最豪华、体验感最真实的5星级度假村。而你，当你还是个婴儿的时候，
手里拿到的那张出生证明其实就是一张入住登记表，而那张在未来必然会到来，无论你多有钱多有权都无法逃避的死亡证明，不过就是前台递给你的一张退房单。在这2张纸之间的时间就是你的假期。可是你呢，我的朋友，你看看你这几十年都干了什么？你完全忘了你是来旅游的，你是来体验这个星球的风土人情的。你把这里当成了家，你把体验当成了战友，你背着沉重的行囊，在景区里累得像条狗，气喘吁吁，满头大汗，却忘了抬头看一眼那壮丽的日落，忘了感受一下山间清爽的风。你拼命地囤积景区里的石头、树叶和纪念品，你把那个名为财富和名声的背包塞得连拉链都拉不上，重到把你的脊椎都压弯了。然后你还在告诉自己，这就是幸福，这就是人生的意义，这就是为什么你活得这么累的根本原因。你累，不是因为你拥有的太少，不是因为你的薪水不够高，不是因为你的房子不够大，你累是因为你从根本上误解了这个游戏的规则，你误以为你能拥有。你想想看，所谓的拥有到底是个什么概念？这是一个人类社会为了维持秩序而编造出来的最大的谎言。你说这房子是你的，房产证上写着你的名字，中华民国的法律保护你的私有财产。好，那是法律层面的游戏规则，是人类自己制定的剧本。但我们把时间轴拉长，往宇宙的底层逻辑看，这房子真的是你的吗？如果这房子真的属于你，它应该永远属于你，永远听你的话，对吧？但100年后，不，也许只要50年后，你人在哪？你早就化成灰了，你的骨灰可能都撒在海里了，这房子还在哪？它可能住了别人。那些陌生人在你的客厅里吃饭、吵架、看电视，完全不知道你是谁。它可能被拆了，变成了一堆瓦砾。它可能因为都市更新，变成了一座新的摩天大楼。房子根本不在乎你是谁，是你寄生在房子里，是你借用了它的一段时间来遮风挡雨，而不是房子属于你。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过多少这样的例子？想想那些清朝的盐商，想想那些民国初年的军阀，他们当年在建造那些宏伟的园林和公馆时，哪一个不是想着子子孙孙永保用？他们囤积了无数的金银财宝，埋在地下，觉得这是留给后代的基业。结果呢，时代的一个浪头打过来，人没了，家散了，那些宅子现在变成了旅游景点，变成了我们在周末买票进去参观的古迹。你在里面拍照打卡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，当年的主人也曾像你一样，坚定地认为这一切都是我的？现在让我们说个更扎心的，更让你无法反驳的。你说身外之物不是我的，我认了，但你说我的身体是我的，这总没问题了吧？这皮囊，这手，这脚，这大脑，这每一块肌肉，总归是我自己的吧？毕竟我能感觉到痛，我能感觉到痒。真的吗？那你现在试一试，你命令你的心脏停止跳动1分钟，你能做到吗？你命令你肠胃里的细菌不要消化中午那顿卤肉饭，你能做到吗？你甚至连你身体里突然长出来的一个小小的瘤子你都控制不了，你连你的头发什么时候变白，你的皮肤什么时候长出皱纹，你都说了不算。这身体充其量就是你在这个地球游乐场里租借的一套生物宇航服。这套宇航服是为了适应地球的重力、氧气含量和温度而设计的，就像你去潜水要租潜水服，去太空要穿太空衣一样。这件衣服有使用期限，大概也就是70、80年，保养得好能用到90多年，但它一定会磨损，一定会老化，零件一定会故障，最后必须归还给大自然。你对这件衣服只有极其有限的使用权，根本没有所有权。连身体都是租来的，连这个感知世界的载体都是暂时的，你竟然还想把那些身外之物，那些房子、车子、票子据为己有，这不是天大的笑话是什么？你在玩一场甚至连账号都不属于你的游戏。这个账号是系统分配的，当你下线的时候，账号会被收回，数据会被清零。可是你呢？你却因为游戏里的金币少了2枚，因为装备掉落率太低而痛哭流涕，甚至想要删号重练。人类最大的痛苦根源就在这里，
我们把我使用变成了我拥有，把我经过变成了我留住。我们来聊聊那个让你焦虑的睡不着觉，让你在无数个深夜辗转反侧的东西——钱。别装清高，别急着关掉音频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会说，别跟我扯这些虚无缥缈的哲学。没钱我吃什么？没钱我怎么付房租？没钱我孩子上补习班的费用谁出？没钱我生病了只能等死。没错，在这个地球 online 的游戏设定里，确实需要金币来购买补给包，来维持这套生物宇航服的运作。这我不否认，我也不是在劝你去做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，但问题的关键在于，你是在玩金币，还是金币在玩你？我看过太多这样的人，也许你也见过。在台北的内湖科学园区，在竹科的晶圆厂里，有多少人前半生拿命换钱，后半生拿钱买命？这就像什么？想象一下，你花了大价钱买了迪士尼乐园的门票，你进去了，但是你进去之后，不去坐过山车，不去玩旋转木马，不去看花车巡游，不去和米老鼠拥抱，相反，你蹲在地上拼命地捡游乐场里掉落的那些代币。你捡得满头大汗，腰都直不起来，你的口袋里塞满了代币，你还特意背了一个大麻袋来装。你看着那些在过山车上尖叫大笑的人，看着那些在城堡前拍照的人，你心里还暗暗鄙视，哼，这群傻子，浪费时间。看我捡了这么多币，我是这里的首富。结果呢？游乐场关门的广播响了，那个穿着制服的保安死神走过来拍拍你的肩膀，冷冷地说，先生，游戏结束了，闭园时间到了，请离场。你傻眼了，你指着那一麻袋沉甸甸的代币，惊恐地说，等等，我还没完呢，我还没去坐摩天轮呢，我能不能用这些币换点时间？能不能让我再待10分钟？保安面无表情地告诉你，对不起，代币离场作废，这些东西出了这扇门就是一堆废铁，一文不值。那一刻的绝望才是真正的地狱。钱是什么？看透它的本质。钱是道具，道具是用来干嘛的？是用来推动剧情的，是用来增强体验的。如果这个道具不能让你开心，不能让你身边的人感到幸福，不能让你看到更广阔的世界，不能让你体验到某种美好的情感，那它就是一堆废纸，或者就是银行服务器里的一串电子信号。你守着这串数字，看着它从6位数变成7位数，再变成8位数，就像守着一堆冥币。除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给你自己壮个胆，告诉你我很安全，其实没有任何实际意义。甚至由于你为了守护这串数字而付出的焦虑、健康和时间，它反而在吞噬你的生命。再来聊聊那个更敏感也更刺痛人心的话题——人际关系，尤其是亲情。我知道很多华人父母，特别是台湾上一辈的父母，那种传统的观念根深蒂固，一提到孩子，那简直就是命根子。为了孩子买学区房，为了孩子结婚存钱，为了孩子带孙子，恨不得把自己这100多斤肉都熬成油，给孩子点灯。如果不这么做，就觉得自己亏欠了孩子，就觉得自己不是个好父母。如果孩子不按自己的意愿活，不考公务员，不进大公司，不结婚生子，就觉得天崩地裂，觉得家门不幸。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认知陷阱，一个让你痛苦万分的深渊。不管你的父母、你的配偶还是你的孩子，在地球这个剧本里，他们是你的 NPC 非玩家角色，或者说是陪你一起组队的队友。但请你记住，无论剧情多么紧密，无论血缘多么浓厚，你们依然是独立的玩家。纪伯伦在《先知》里说过那句振聋发聩的话，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。这句话值得我们用大白话，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再翻译一遍。孩子就像是你在这个游乐场里遇到的一个新玩家，你作为老玩家比他早进场20-30年，你的任务是带他熟悉一下新手村，教他怎么穿衣服，怎么吃饭，怎么识别危险，怎么打怪，怎么跑地图。但是等他翅膀硬了，等级高了，他想去探索高级副本了，他想去你没去过的地图了，你得放手，你非要抓着他不放，非要让他按照你的攻略去打怪，非要他必须和你在这个无聊的草地上转圈圈，因为你觉得这里安全。这不叫爱，这叫绑架。当你觉得被孩子伤了心，被爱人辜负了意的时候，试着跳出来，
想象你的灵魂飘到了半空中，甚至飘到了月球上，往下看，想象你是一个在剧场包厢里看戏的观众，手里拿着爆米花，你看着舞台上那个叫你自己的角色在哭天抢地，在歇斯底里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滑稽？你会不会觉得那个角色有点可爱，又有点可怜？你会不会想对那个角色说，喂，差不多行了，这只是场戏，别把妆哭花了，一会儿还得谢幕呢。说到这，可能有人会觉得这太冷血了，太消极了。你会反驳我，照你这么说，人生如戏，全是假的，房子是租的，身体是租的，孩子是路人，那我还努力个屁呀？我就躺平算了，我就混吃等死算了，反正最后也是两手空空。如果你这么想，那说明你还是没听懂，你还是在用得失心来衡量这场游戏。刚才我说的是看破，但看破不是让你红尘看破，然后去深山老林里出家，不是让你变得冷漠无情。恰恰相反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看破不点破，入戏不迷戏。正因为这一切都是假的，正因为这是一场注定要结束的旅游，正因为你知道最后什么都带不走，你才更要玩得尽兴，不是吗？你想想，如果你去迪士尼乐园，你知道那些城堡是玻璃钢做的，是假的，你知道那个米老鼠里面是个满头大汗的工作人员，是假的，你会因为他们是假的就坐在门口哭吗？你会因为过山车只有3分钟就结束而拒绝上去体验吗？不会，你会因为知道它是假的，并且知道时间有限，天黑就要闭园，所以你才会全情投入。你会尖叫，你会大笑，你会吃那个甜得发腻，平时绝对不碰的爆米花，你会买那个傻乎乎的头箍戴在头上，因为你知道重点不在于带走那个城堡，而在于你在那个当下的体验。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核心心法，也是东方智慧里最高级的活法，借假修真。这个世界上的房子、车子、票子、名声、地位，统统都是假的，都是道具，是假的。但是你在追求它们、使用它们、失去它们的过程中，你内心产生的那种快乐、悲伤、愤怒、宽容、慈悲、智慧，这些体验是真的。你的灵魂在这个过程中的震动是真的。你努力工作不是为了死的时候存折上有多少个零，而是为了体验创造价值的成就感，为了体验那种我能搞定这件事的力量感。你用心爱人，哪怕可能会受伤，不是为了占有那个人的肉体或灵魂，而是为了体验爱与被爱的温暖，体验那种心跳加速的悸动，甚至体验失恋后的那种撕心裂肺，那也是一种极其强烈的生命体验。你经历磨难，经历破产，经历背叛，不是老天爷要整死你，而是为了让你体验克服困难后的韧性。所有的道具都是为了磨练你那颗心。当你明白了这一点，你就会发现生活中的那些破事瞬间就不算事了。老板骂你，那是剧情需要，他在扮演一个反派 NPC， 给你制造点冲突，好让你练习忍辱和沟通技巧。投资亏了，股票跌停了，那是系统设置的关卡，让你体验失去，好让你练习放下和淡定。生病了，那是设备维护提醒，让你体验脆弱，好让你学会珍惜健康，学会对同样受苦的人产生慈悲。你看，只要你转变视角，把受害者视角切换成玩家视角，一切都变了。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活在当下，这话都被讲烂了，变成了毫无味道的鸡汤，甚至变成了逃避责任的借口。但你真的理解什么是当下吗？当下不是让你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不是让你不顾后果的挥霍，当下是让你意识到过去是已经删除的存档，你再怎么懊悔也读不回去了。未来是还没下载的补丁，你再怎么焦虑也无法提前运行。你真正拥有的，全宇宙中唯一真实的，只有此时此刻这一帧画面。大多数人的大脑要么活在回忆里，后悔过去为什么没买那只股票，为什么当初没选那个人，要么活在幻想里，焦虑明天的会议怎么办，担心下个月的房贷怎么办，害怕老了以后生病怎么办。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想着工作，味同嚼蜡，在工作的时候想着下班，心不在焉，在睡觉的时候想着明天，辗转反侧。我们的灵魂永远不在服务区，我们的身体在这里，
但我们的心跑到了108000里之外。试着练习一下断点续传，就在这一刻，不管你在干什么，甚至不管你在哪里听这段话，请你深呼吸，吸气，呼气，感觉到空气进入鼻腔那一瞬间的凉意了吗？感觉到你的胸廓扩张又收缩的节奏了吗？感觉到你的脚底接触地面或者鞋底的触感了吗？感觉到你的衣服摩擦皮肤的微弱质感了吗？如果你感觉到了，恭喜你，你上线了。只有在这一刻，你是活着的。刚才的那一秒已经死了，下一秒还没出生。把你所有的注意力、所有的能量都倾注在这一秒。如果你在喝茶，就全身心的喝茶，感受茶汤的温度，感受茶香在口腔里弥漫的过程。别想房贷的事，在那一刻，房贷不存在，只有茶存在。如果你在陪孩子玩，就全身心的做个大孩子，看着他的眼睛，听他的笑声。别想没回的邮件。当你能做到这一点，哪怕每天只有几分钟，你会发现时间仿佛变慢了，那种如影随形的焦虑感消失了。因为焦虑永远只存在于过去和未来的缝隙里，而当下这个点上是没有焦虑的，当下只有存在。最后，我想聊聊那个终极 BOSS 死亡。我们所有的恐惧，归根结底都是对死亡的恐惧。我们怕老，怕病，怕没钱，怕孤独，其实都是怕那个最终的 game over， 怕那个黑屏的瞬间。但是，朋友，如果我们把视角拉得再高一点呢？就像你在玩电子游戏，你的角色挂了，屏幕上显示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你会砸电脑吗？可能会气一下，但你很快就会点重新开始，或者换个游戏玩，因为你知道那个角色挂了，但坐在电脑前的你，那个真正的玩家没有挂。也许真正的你并不是这个肉体，真正的你是那个观察者，是那个正在听我说话、正在思考的意识，是那个觉知。这个肉体只是你在地球服务器登录的一个载具，当载具报废的时候，也许并不是结束，而是下线。也许你会摘下 VR 眼镜，伸个懒腰，发现自己在一个更高维度的空间里。你会对着旁边的朋友说，哇，刚才那个地球人生的游戏太逼真了，我在里面扮演了一个叫某某某的人，经历了好多事，爱过，恨过，哭过，笑过，太刺激了。尤其是中间那段破产的剧情，简直太虐了。不过我挺过来了。如果你能保留哪怕1%的这种怀疑，哪怕只是把这种可能性当做一个假设，你对死亡的恐惧就会大大减轻。你会开始把每一天都当成是赚来的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去夏威夷度假，明天就要退房离店了，要去赶飞机了，你今天还会跟服务员吵架吗？你还会为了那个打碎的杯子耿耿于怀吗？你还会因为路上堵车而暴跳如雷吗？你肯定会想，算了，都要走了，别浪费心情，最后再好好看看海边的日落吧，那个颜色真美。最后再尝尝这家的甜点吧，哪怕它有点贵。最后再抱抱身边的人吧，以后可能就见不到了。这就叫向死而生。当你时刻意识到我在旅行且归期将至，你反而会变得无比宽容，无比温柔，无比从容。那些平时让你抓狂的琐事，在死亡这个巨大的背景板面前，连灰尘都算不上。所以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建议你换个活法，做一个不负责任的游客。这里的不负责任，不是让你去杀人放火，不是让你抛妻弃子，而是让你对结果不负责任，只对过程负责任，去做你想做的事。不要去想这事能不能赚钱，这事有没有用，这事能不能写进简历，只要它让你感到喜悦，就去做。去爱你想爱的人，不要去想他会不会变心，能不能白头偕老，有没有回报。只要你想爱，就去爱，享受那个爱的过程，去说你想说的话。不要去想别人会怎么看我，会不会得罪人，会不会显得我不够成熟，去表达你的真实。把你的控制欲收一收，别总想着当上帝，你连自己明早几点醒都控制不了，还想控制世界，还想控制你的孩子。让事情自然发生，让孩子自然长大，让花自然开，也让花自然谢。不要试图去把花瓣掰开，也不要试图用胶水把落花粘回去。如果你觉得累了，就找个路边的长椅坐会，看着台北街头来来往往的人群，
看着捷运站里那些行色匆匆的面孔，看着他们为了那点虚无缥缈的道具奔波忙碌，看着他们眉头紧锁，你可以嘴角上扬，给他们一个慈悲的微笑。你在心里对自己说：嘿，这帮入戏太深的家伙。但同时也请你原谅那个曾经入戏太深的自己，原谅那个曾经为了一个包包而吃1个月泡面的自己，原谅那个曾经为了别人一句话而伤心流泪的自己。文章的最后，我不祝你万事如意，也不祝你心想事成，因为那都是哄小孩子的假话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在这个游乐场里，你一定会遇到下雨天，过山车一定会出故障，冰淇淋一定会掉在地上，你也一定会摔跤，这才是真实的体验。如果全是顺境，这个游戏就太无聊了。我祝你玩得尽兴，我祝你在暴风雨里能大声唱歌，享受雨水打在脸上的刺痛。我祝你在跌倒时能欣赏泥土的芬芳，看看地上的蚂蚁。我祝你在失去一切时能张开双臂拥抱虚空，感受那份绝对的自由。现在问你自己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可能会让你今晚失眠，但也可能会让你彻底醒来。如果这一刻不考虑钱，不考虑面子，不考虑别人的眼光，不考虑未来会怎样，不考虑所谓的责任，现在的我最想在这个地球上体验什么？别急着回答，把这个问题种在心里。好了，我的话讲完了，你可以继续回去扮演你的角色了。该上班上班，该带娃带娃，但也请记得，偶尔哪怕是半夜上厕所的时候，看一眼镜子里的自己，调皮的眨个眼，提醒那个疲惫的人：嘿，别太认真，我们只是路过。